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未来人生的大方向什么事情会结束，什么事情会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又会有怎样的改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我们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你们未来的大方向呢，我们抽到的这三张光之工作者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Unbound， 你们会切断某种联系，从某种约束或者说合同当中解脱出来。因为 unbound 的翻译过来就是解绑解除束缚。你们未来的大方向，首先是你们要放弃掉一些没有回馈的人和事，然后才能够获得一个新生。unbound 可能也是你们和自己和解战胜自己内心当中的某种心魔，释放自己的业力所以说这个大方向，首先是你们要告别旧的，才能够迎来新的。因为之前你们可能一直被困在某个地方。而第二张牌呢是 Console of Light，光的殿堂，一束光。我觉得你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从幕后走到台前。你们之前可能一直在默默无闻的低调的做着某种工作，你们的贡献很大，岗位很重要，但是你们的工作成果无法被看到。所以说你们完成的转变就是你们会选择一种方式，让自己的作品工作成果被更多的人看到。你们未来的工作方向呢，可能会涉及到某种表演、自媒体、演讲、企业公共关系，就是需要抛头露面的一些工作。而之前你们在幕后所积累的经验会让你们在走到台前的过程当中如鱼得水。就是你们在人生当中之前那些走过的弯路其实每一步路都是必经之路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Deep Replenishment，它是一种深度的滋养和疗愈在你们的人生完成一个重生之前，你们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你们的学业、事业发展可能会中断，就是你们会空出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 gap year。空出的这段时间呢，你们会恢复休养，然后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那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有一部分人可能之前一直处在深度的焦虑和疲惫当中就是可能会做过一些心理疗愈和心理咨询。那么未来你们发展的方向也是这方面的，就是帮助别人缓解焦虑，帮助他们做一些心理疗愈和心理咨询，或者说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和指引。这个过程呢，就是你们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很清晰的。而且呢，这三张光之工作者神谕卡，其实强调的是你们人生的变化。就像我之前一直在解牌当中说的，你们要先靠近光，追随光，然后成为光，最后散发光。你们从幕后走到台前，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种转变。你们之前所吸纳的、接收的，未来会加倍的回馈出去，而你们回馈的、分享的这种积极的正向的能量，又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认同和支持。通过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的人生完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我们抽到的这四张牌，首先它代表的就是接下来什么会开始，什么会结束第一张牌有一个星币侍卫手捧星币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是意外的闯入到你们的生活，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人生的推动是由一些消息、一些人所主导的。这个消息呢，可能是意料之中，也可能是意料之外。但是你们要敏锐的觉察到这种人际的交往和互动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人与人流动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第二张牌权杖九它是一种受伤的状态，就是你们之前在一些事情上面没有得到回报，而导致信心受挫，包括这个逆位的宝剑骑士就是说有些事情你们可能会被迫中断，或者说半途而废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命运在告诉你们，你们现在还不够成熟，你们的年龄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这个时间段有一些事情可能是超出你们的能力的就是说你们没有做好准备，无论是开启一段感情关系，还是去做就是迎接某种挑战。但是呢，这种挑战或者说失败的尝试并不意味的是你们的能力得到了否定，
无论是荣辱还是成败啊，虽然说它不是那么容易面对，但是这是一个深入观察自己的好机会。你们会在一些事情上深刻反思和复盘自己的过去，很多之前不断重复着的错误啊，不断重蹈覆辙的一些错误的轮回，会在你们复盘和总结过去的过程当中被发现，然后这种轮回就会被打破。实际上，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意识到你们的问题，意识到你们的能力，现在做一些事情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勉强。你们会变得更有耐心，对，因为你们的赢是通过一系列的输达到的。当你们意识到这一点，你们就要跳出自己的负面情绪，重新回到此时此刻。痛苦常源于不接纳当下，然后过度的思考未来，懊悔过去。而活在当下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从这种无意的思绪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你们会深刻的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之后，重新踏上新的征程。而且这一次，你们可能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个人会陪你们驶向远方。成长需要不断的穿越痛苦啊，在痛苦当中回收能量，疗愈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也是在告诉你们接下来什么会发生，什么会解决。首先第一张牌 Stone， 一块石头啊，你们内心当中的一块石头会落地啊，焦虑的那件事情正在被解决的路上。它翻译过来本身就是一种坚定。这块石头呢，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不需要顾及一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因为事物的发展有其自然的规律。你们只需要像石头一样拥抱你们所拥有的，去抵抗外部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和风险，自然能够熬过困境。要像石头一样坚韧笃定，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二张牌啊，Fountain 啊，喷泉啊，就是说某种东西它会喷涌而出，意味着你们的发展呢不是线性的，而是说你们可能会花大把的时间去迷茫，然后在几个瞬间之内成长。你们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完成你们过去10年以来所积累的进步的总和。人生的发展就是一个指数的爆发，一旦你们找到了某个突变的节点，就会迅速的成长，思如泉涌，健步如飞。第三张牌 Opposition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阻碍和阻力啊。我说过，我们解牌的时候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啊。当你们遇到阻碍的时候，不要想办法立刻去克服它，因为阻碍会来也会走。你们要顺着趋势去做，事情就会事半功倍啊。有一些事情呢，它在特定的时间点会自然解决，不要和大趋势做对抗，那样只会白白的消耗你们的精力和时间。而第4张牌呢是 Reputation 啊，你们之前可能会被动的卷入到某种纷争当中，但是你们会阴差阳错的从那个混乱的纷争当中解脱出来，然后你们之前被动的卷入到纷争当中所遭受到的一些误解和质疑会被澄清，你们会重新恢复自己的荣誉。你们之前可能在工作啊，或者说人际关系上无缘无故的被质疑，无缘无故的背锅啊，这个过程呢，它会逐渐的云开雾散啊，重新恢复自己声誉的一个过程，也是你们重新找回自我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啊，我看到可能你们当下正在经历一些混乱，但是不要忘记啊，混乱它是上升的阶梯，不要把混乱当成是一种苦难，把它当成是一种工具。当你们的思维发生转变，你们外在的行动会改变你们的方向，最终影响你们的命运。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第2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光之工作者神谕卡，它是 Mirror。就是你们未来的大方向，未来发展的方向可能会是某个人的镜像，就是你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有一个人是走在你们前面的。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会踏上他走过的路，你们可能会和他拥有一种错位的人生，但是你们又会以他为榜样和追逐的目标。这个人就是你们人生的参照物啊，有一点像价值标杆。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会让你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方向感，也让你们强烈的渴望拥有那个人他所经历的一切，或者说他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说你们未来的人生方向都是和你们所仰望的某个人有关的，因为你们能够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你们自己的影子。第二张牌是 Answer the Call， 响应你们内心的指引啊，你们内心应该是隐约的有一个模糊的想法的，它还没有成型，而且你们也隐约的感觉到自己的意见或者说想法是少数的，你们其实有一点害怕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梦想，因为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当你们说出来的时候会被主流的群体所孤立，因为你们的梦想或者说你们想做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小众，或者说在当下的这个大环境和大趋势之下，它可能有一点不被主流所接纳。对，所以说你们隐约的感觉到啊，你们想做的那个事情会让周围的人觉得你们很疯狂，所以说一直以来你们可能都是保持沉默和低调，小心翼翼的守护着内心当中的那个梦想。而第三张牌呢 ，Don't dim to fit in， 这张牌也是光之工作者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不要为了让自己变得和谐而暗淡下来。你们的人生要去发光，去照亮别人，而不是被照亮。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抽到这组牌的话，你们未来的发展的大方向呢，可能也是会从幕后走到台前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们需要具备很强的表现力，因为你们之前可能一直为了合群而压抑自己，实际上你们在某种特质上就是会有很强的这种闪光点的，因为你们害怕这种闪光点会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或者说变得与众不同，所以说你们刻意的把它压抑了下来。你们可能说影响别人的方式啊，是通过你们的语言，或者说你们所创造出来的某种内容，或者说产品，或者说在这个牌面当中，你们自己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啊！你们不仅仅要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独一无二和珍贵，你们还需要让这个世界看到你们内在的宝贵的思想和价值。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不应该委身于一个环境当中，因为你们的梦想从来都不是成为那芸芸众生当中的一员啊。我觉得第三张牌的话，很明显你们对于自己的人生是有着更高的追求和期待的，但是向上成长的道路又必然是孤独的。也许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害怕孤独，而让自己隐藏在人群当中，但是这并不是你们真正想呈现给这个世界的样子。所以说你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后，必然再度崛起啊！这个时候你们会携着你们的梦想再度登顶。而且呢，这组牌啊，你们对于未来人生的这个发展的天花板它是非常高的，你们的梦想也异常宏大。也就是说，你们的格局决定了你们的行为会和别人不一样。有这样的一句古话，就是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在展示自己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招致一些非议。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们可能会变得像权杖女皇的逆位一样，就是有一点瞻前顾后和畏首畏尾。你们的理想和抱负暂时得不到施展，因为你们的行动力受到了阻碍。所以说这个权杖女皇，你们的闪光点啊，我觉得你们天生就有一种一呼百应的能力，而且呢，权杖女皇其实是你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拥有极强的自我，说一不二，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们自身有一种很强的气场。那么第二张牌呢，就是你们会逐渐的去驯服内心当中的那头猛兽啊，因为你们之前可能会因为错误做出了很多鲁莽的，因为冲动做出了很多鲁莽的错误的决定，而招致你们个人的发展受到阻碍。这个力量牌的正位就是说，你们正在逐渐的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因为你们之前总是被负面的情绪所支配啊。那这张牌面上我看到了你们正在学着控制自己内心当中那头横冲乱撞的狮子啊，狮子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的野心和欲望，有的时候它会带来愤怒，如果你们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你们这种情绪的波动啊，它也能够转化为你们内在的动力。你们正在试着驯服你们内心当中的那头猛兽啊。所以说第三张牌隐士牌啊，你们反而会变得安静下来，因为你们会发现自己有能力在平静当中获得力量，而且隐士手里的这盏灯就说明你们未来发展的这个大方向可能是会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提供某种有价值的建议、指引和帮助，给他们一些支持。结合这张权杖女皇，你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可能说是会给一部分人提供一种可能性和希望。你们在他们的眼中呢，就像是给他们带来希望的贵人一般啊。所以说我之前总是说你们的未来会遇到怎样的贵人啊？这组牌呢，它预示着你们可能是很多人眼中的贵人。那么这个宝剑呢，宝剑其实就说明你们未来可能会收集到很多的秘密啊。你们天生就会更容易获得身边人的信任啊，或者说因为你们工作事业发展的原因，你们会收集到很多非常隐私的个人信息，而且你们所在的行业也会见识到人生百态。宝剑七就代表的是你们背负着很多人的秘密，你们可以把这个宝剑七理解成为是无法对外公开的一些信息。而我们抽到的这4张牌啊，第一张牌月亮牌 manipulation， 月亮神谕卡这个 manipulation 呢，我觉得对应的是这组牌，你们会感觉可能是有一部分人啊，会感觉自己像一个傀儡一样被操纵而身不由己。你们在工作和学习当中会感觉自己被打压啊，这种无形的打压会控制你们，打压会让你们试图变得更顺从。这组牌啊，你们应该还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的，因为权杖女皇的关系。你们在试图抵抗啊这种东西对你们的侵蚀和操纵啊，因为你们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能听命于自己，就会受命于他人。如果你们不想被操纵，那么你们只能听命于自己的心。所以说这件事情的难点在于，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外部的这个世界就不能够再给到你们答案和安全感了，因为你们必须要向内看，你们的内在有一个新的宇宙正在显化，正在告诉你们一些问题的答案，而你们被操纵的人生即将会结束啊！你们会重新拿回关于对于自己生命的支配和调度的权利啊！而第二张牌呢，就是 stability 啊，之前的那种动荡会有望结束啊，你们会迎来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的时期。第三张牌也比较特殊啊，它是 will 命运之轮啊，这张牌它既是结束又是开始，看似是结束，实际上是开始。就是说，你们和某个人在未来可能会再度重逢，因为在人生的这片森林当中，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遇的人会再相遇。有一个人他会出现在你们命运的剧本当中，甚至他会贯穿你们命运的剧本。那个人，你们一度以为他已经走失了，但是他未来还会再度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而第四张牌呢 ，promotion 啊，你们的人生正在被加速。promotion 就是一种推动力啊，看似是在原地踏步，实际上正酝酿着下一轮的改变。你们正在这种轮回当中，慢慢的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很多事情在接下来会加速，而且这张 promotion 就是你们会感觉到时间。你们的日子好像变得越来越快了，他们也在加速，一切的一切都在加速。你们要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手上的方向盘，不要让它偏离你们原有的既定的轨道。因为当你们人生加速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变得眩晕，你们的视线会变得模糊，有些事情和问题会比你们想象当中更快的来到你们的身边。但是加速呢 ，promotion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些事情它能够比你们想象当中的要更快的推进啊，有一些真相能够更快的浮出水面，或者说有一些结果会加速的水落石出啊。你们正处在一个加速的阶段，所有的一切都在推着你们往前走，而过去失去的，因为受到这个命运之轮的影响啊，在未来必然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来到你们的身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第一张牌就是 Get Grounded。这张牌就是接地啊，你们的思想能量会连接到行动上，并且呢，
你们的事业发展啊，它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人际关系驱动的。比如说你们的工作当中需要开展合作，又或者说某种交流啊、谈判，你们在人生开始发光之前，会有一个默默付出的阶段啊，这个阶段就是 get grounded， 万丈高楼平地起啊，成功还要靠自己。而且呢，这个 grounded 它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啊，凡事都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所以说，你们未来的工作不是做一些空中楼阁的规划，而是说很务实的、很低调的去做一些实事。而且呢，抽到这组牌的你们自身是有着某种很成熟的技术，或者说核心竞争力的，所以说接地气的标准就是你们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的这个人生发展的大方向一定要往前看。所以说 get grounded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可能你们会有一个阶段啊，视金钱如粪土啊，不屑于金钱，或者你们觉得你们不愿意为了金钱去做出一些妥协。但是这组牌它其实给到的建议是非常实际的。如果说你们想要得到完全的自由，或者说实现理想，那么经济基础才能够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说首先啊，你们的大方向或者说第一性原理就是要打好自己的经济基础。而且呢，接地气的方式啊，它也是不仅仅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不仅仅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你们还要去打造自己的团队，建立连接和默契啊，精诚合作，实现一个稳定的结构啊。那这个时候也要低调啊，就是前期要尽可能的低调，有一种闷声发大财的感觉。即使做出了一些成就，也不要到处宣扬，而是耐心的去磨练自己的基本功。第二张牌是 Warrior Woman，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为是一个，这张牌呢，对于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啊，应该永远都不会满足于当下，因为你们是一个 warrior 勇士，你们做的事情永远都是在挑战自己，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啊，你们有着很强的这种金牛的能量，就是你们喜欢安稳，喜欢稳定，但是却又不喜欢一成不变的感觉。所以说呢，起心动念会决定最后的结果啊，你们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和标准，所以说你们永远追求的是一种全力以赴，你们追求的是问心无愧，无论最后的成败你们都能够接受，这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啊。所以说这张牌它刚好也和第一张牌呼应，第一张牌告诉你们要接地气，要低调，而生活当中的勇士向来都是默默无闻的，你们可能一个人默默承担了很多，你们一直都在负重前行。而且呢，勇士的话它其实也意味的是独当一面，你们之前可能一直有人在你们的前面啊，帮你们抵挡了一些风雨啊，但是你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所以说这组牌给我的感觉它更像是一种觉醒啊。对于你们来说，你们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是你们可以决定怎么爱怎么活。所以说选择生活、选择事业、选择爱情的勇气是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主题，也对应的是这个 Warrior Woman。第三张牌 Share Your Voice， 分享你们的声音，让你们的声音被听到啊。所以说这组牌的大方向一定也是让自己曝光在聚光灯之下，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这样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不要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啊，在当下的这个年代里边，你们要主动的学会去营销自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产品，精心的打磨、包装、修饰自己，你们迟早会遇到自己的伯乐啊。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是可以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八，你们可能会修正之前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之前你们可能用了错误的方法，或者说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会导致你们变成宝剑八的这种状态啊，整个人被绑住，非常的被动。当你们决定要修正那个错误的时候，你们就会摆脱这种被动的受到束缚的状态。所以说第二张牌权杖十啊，它其实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失去平衡的状态，就是其实你们不怕辛苦也不怕累，你们害怕的是一直坚持的事情没有回报。所以说你们的这种累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累啊，就是自己的努力可能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回馈，会让你们开始质疑自己。而且呢权杖十啊，你们对自己是有着很高的要求和期待的啊，这样会让你们变得有很重的得失心啊，很容易患得患失，或者说顾此失彼。
这个时候呢，你们要怎么说呢？你们要和自己建立一个对话，就是你们要问一下自己，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体验的，为了感受的，而不是一直都在闯关，一直都在比较，或者说一直都要去赢。所以说权杖10呢，我觉得这张牌一看到这张牌我就知道啊，你们的人生需要做减法了，因为人生有的时候也是一门放弃的艺术啊，懂得放弃有的时候才能够拥有更多。如果你们想要快乐的话，你们就应该少做一点事情，同时不要去过度的横向的比较，因为一些比你厉害的人，其实呢，他们只是占到了时间的便宜，并不意味的是你们永远追不上他们。所以说这张圣杯10，你们要继续学习啊，持续不断的学习。这种持续不断的学习靠的是心理能量，避免情绪波动，不要急功近利啊，要意识到你们的人生是马拉松，而不是100米赛跑。对，所以说圣杯3啊，我觉得在接下来我能看到你们会结束这种自闭的状态，摆脱自闭的状态，也可能是有人会闯入到你们的生活吧。对，因为这里的这张圣杯3啊，它就是一种会有人进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把你们从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当中拉出来。因为如果你们一直是一个人的状态，你们就会自我消耗、自我攻击，你们太容易胡思乱想了。一个人的时候特别容易情绪化，因为你们一个人的时候，你们的这种敏感会被放大。对，所以说结束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显运卡，其实也是给到你们的一种指引吧。什么会结束，什么会开始。第一张牌Principles， 你们会重新找回自己的法则和节奏啊。你们之前可能一直是混乱的，或者说一直被一些人带着跑，被一些人所影响自己的节奏，整个人变得没有重心。所以 Principles 这张牌就是你们会重新找到自己的边界和节奏啊。那第二张牌呢 Confession 啊， Confession 就是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有一个人会找到你们啊，一个你们很信任的朋友啊，会找到你们倾诉关于一些事情，你们可能会冰释前嫌，握手言和，或者说你们会找到一个人倾诉关于你们之前所犯过的一些错误，或者说感到愧疚的一些事情。因为倾诉和表达包括交流可以打开你们的心结，让你们彻底放下一些执念。所以说倾诉的过程有一点像是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告别。其实你们需要的并不是倾诉本身，而是说 confession 代表的这种倾诉和忏悔，它是一个仪式，能够让你们彻底的放下心结。而这个仪式呢，就是把你们的心事告诉另外一个人。那么第3张牌呢 Negotiation， 这张牌也是对于一些可能会陷入到僵持状态的事情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解决，你们会有一点进退两难但是呢，这个协商呢可以迅速的达成一个共识。沟通它其实是能够解决一件事情的最低的成本所以说你们有的时候可能宁愿做沟通以外的一切事情都不愿意去沟通，但是实际上这个沟通它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所以不要怕沟通有些事情主动沟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么第4张牌呢 Swords 这张宝剑呢，它其实这张宝剑牌给我一种秩序感因为宝剑它本身就有一种理性所带来的秩序，就是当你们处在某种混乱当中，或者说你们被卷入到一种无妄之灾当中，在某种不确定性里边纠缠会让你们内心缺乏安全感。但是无论你们身处于多大的混乱或者说漩涡当中，你们首先都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和生活，从当下开始建立生活的秩序和意义，不要频频回首过去，也不要过度展望未来，就全然的臣服于当下，享受于当下，去爱具体的人，去爱具体的生活。混乱有的时候它反而能够让你们更加看清楚自己因为地震会让大海反复的翻涌巨浪，但是地震过后大海仍是大海，你们还是你们。所以说混乱并不会对你们真正的造成影响，其实真正对你们造成影响的还是你们受到混乱之后可能会胡乱的因为恐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和改变。
所以说要保持冷静，保持淡定啊，保持平静的心态啊，因为心态才是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心态才是一种决定性的智慧。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